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它，在我今年年度10佳至今为止排名第2的一款作品是我心目当中 No.2的存在，就是它《死侍三》当中的又一款Hot Toys 公司出品的一款金刚狼。这一款是 TVA 夹克装我们玩家也是戏称它为裸狼，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我已经把拉链已经拉开了，我们稍后再揭晓内部。主体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整个身形在穿夹克的时候整个身形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包括整个腿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线条，而且众所周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战损类的一些配件，或者是衣物，或者是一些涂装。这一次裤子这里，好家伙，这重度战损全是脏的，真的看得我非常舒服唯一呢就是这个屁股有点平我感觉狼叔应该屁股还得再翘一点但是有些地方呢就是翘的太明显我就不多说了这是真的翘得非常翘大腿非常的粗犷，里面应该是有填充摸得出来，小腿也很结实，整个的鞋面的涂装也是非常的脏这很舒服就是这一件夹克怎么说呢？穿上夹克的时候配这个脏裤感觉这个衣服太干净了，连一点泥渍都没有这一点不过纯属个人喜好，对吧？OK，然后我们当然要来看一下本次狼叔的这一颗头雕了这一颗头雕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嗯，起码是现在HT 跟或者是外面量产1:6里面的这个脸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最佳的。当然，上一款豪华狼这个黄色战衣那个脸呢也很不错但这一颗因为有战损涂装，而且面部表情完全不同所以我个人感觉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脸部，我觉得最近几个月HT 出的一些战损的一些面雕上的一些涂装，我觉得比之前提升了很多，我看上去更加的舒服，而且很真实牙齿当然不说了，HT 对牙齿的刻画我一直觉得是很强的。眼神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没有大眼的感觉还可以。但如果你要去跟怎么说呢，峰会上的这个眼睛做对比，咱们来看一下那稍微还是有一丢丢的大稍微有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我觉得相似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整个的胡须，包括额头这边的这个战损的一些伤痕包括左脸一些血迹，我们可以在灯光下可以看得挺明显还是非常舒服的。脖子跟头没有什么色差还是不错。焦发没毛病可动眼依然是在下方所以不用去调后脑勺没有横腭线的这个问题我这样看了一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颗头雕在我心中也是狼叔的8、9分之作，很不错。整个的 TVA 的这个夹克没什么过多的可以看的一些亮点反正跟剧中还原程度还是挺高还可以吧而且真实的拉链也可以给它拉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来远距离来看一下整件衣服还行，没有造型铁丝，很实，很不错。好，然后接下来重头戏，咱们需要把狼叔的这件衣服给脱掉了。这是 HT 首次给到了这个怎么说一体式的这个重度战损的包胶主体，这规格也是全新的。然后它身上的这些血渍涂装，我的天呐，真的是我在看其他 UP 主开箱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东西有多好了。咱们真正自己拿到实物的时候，我的天呐，确实是我磨完到现在这个
也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真的是让我太惊艳了。咱们来看一看，近距离的细看一下啊，这些血痕在灯光的这个照射下，我真的很还原、很真实的那一种伤痕，包括这个胸毛，然后整个的轮廓的这个毛孔，咱们来拉近距离来看一下，整个毛孔啊很细，做的非常不错，包括这个腹肌啊，而且虽然说你在我现在4倍变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胸毛这里啊，稍微略显得有一些些啊，相对于其他伤痕啊，跟这个肌肉线条来说的话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好说啊，反正还是不错，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没人会那么近距离看的，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整个胸部轮廓，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部，啊天，背部整个的肌肉、手臂这个竖体，我只能说太棒了，无可挑剔。整个的包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的，没有什么问题，不是说那种很薄的，包括手臂啊，整个腰腹部做的非常好啊。唯一美中不足的，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手臂下方手的这个连接处啊，确实比较可惜啊，因为你这个买这一款大家应该都是想去摆这个裸体造型，但是这个手型跟关节的这个穿帮呢，是真的比较可惜的。啊，实际上我觉得像 HT 这种大厂是有办法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改善的啊，但是呢，这次没有做到，比较可惜啊。希望以后咱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一体式的这个素体能出现啊，这样的话，在感官上跟整个的把玩体验会上升很大一个台阶。然后可以看到手型的话，跟整个素体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的色差啊，如果肉眼看的话，但实际上这样也已经很帅了。如果你拍一些造型照片啊，稍微懂 PS 的兄弟稍微拼一下，很完美，现在就已经很不错了。手臂啊，我们可以看到两只手臂的战损痕迹也都不一样，包括手肘部分的一些破皮的一些情况，包括手毛，全都有完美的刻画啊，非常的不错。而且应该这个素体啊，到很下方这里，看到没有？整个素体大概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裤子可以完全的遮盖掉啊，没有任何穿帮的这个痕迹。整个的胶裤的话很紧啊，应该有一些可动，应该是有一些问题，不能腿部不能摆的太过于幅度大的造型。好，然后我们继续把镜头拉远，螃蟹手几乎是没有，哇，很舒服，一体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往上抬，哦，幅度很高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侧面看的话，实际上穿帮感很少。低头，我靠，很不错，这个可动无敌啊！侧，它完全是用脖子这里的这一段去做联动，然后再来啊，非常不错。基本上你想要的造型啊，360度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在把玩的时候，毕竟啊，这个是胶发，360度的时候或者是转头的时候，当心不要去蹭到这一个包胶素体啊，不然说麻烦。看上去很舒服啊，整个线条还是可以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的这个可动，首先头部可动已经给了满分了，没什么好说的。手臂可动来看一下，首先抬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胶衣稍微拉一下。啊，咱们稍微拉一下以后，这样就很舒服了。看一下腋下啊，主要咱们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合膜线的影子啊，有还是有的啊，可以隐约能看得到一点点，对吧？这里啊，但它腋下也有一些涂装。来看一下这一面，这边还行，手臂抬举幅度还不错，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整个的包胶素体往外延伸了以后，整个肌肉线条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舒服。
手臂抬举啊，我个人建议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可以了啊，毕竟要保护一下这个竖脊，平时也不用去做那么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手臂前倾也是有一点的，没有什么问题，后拉也有，可以。大臂我看一下有没有旋转空间啊，这个应该是没有。内部的竖脊应该是可以的。往后啊，幅度会比较小，因为它这个竖脊比较厚实，所以你每次去举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块肉啊会夹住。手肘部分，哎，里面是一个齿轮关节，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比较可惜就是手臂的这个球形关节、手型连接器这里啊会比较明显，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我们呢要来看一下这个胸腰的可动了。来看一看，首先腰部一档、两档、三档啊，三档差不多。而且这个可以看到背部的这个关节啊，里面的这个关节会稍微有一些暴露，所以我不大建议弯那么低啊，差不多有一些你想要的角度就可以了，不要太过于的往那个掰啊，往后仰幅度也有，还是不错的。好，左右旋转没什么问题，但是旋转的时候当心啊，竖起跟这个下方裤子的这个摩擦，左右都没问题。侧腰我看一下啊，侧腰是没有啊，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幅度，手臂可以往上抬一点点，稍微会舒服。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腿部可动。首先啊，跟之前高级黄色战衣一样，腿部是没办法掰，对吧？前踢咱们来看一下啊，前踢的幅度也比较小啊，再往上就回弹了。屈膝我们来看看啊，相对来说还行，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也有一个旋转，但幅度不是很大。脚部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一体的这个靴子啊，所以相对来说幅度会小一点点。前后可以，左右幅度也有一丢丢，但不大。后踢的幅度几乎是没有啊，所以比较可惜啊。腿部的话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做这些可动，但基础的一些造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如果裤子有点斜的话啊，自己去调整一下，因为你每次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啊，难免会影响到这个裤子。好，整体的这个裸狼的这个造型，确实啊，没拿到之前我就排在我本年度10佳作品的第2名，拿到了以后依然它还是第2名啊，非常不错。OK，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说到这里了啊。我就是总结一下，当然啊，大家也都知道，首先就是手的球形关节的一个暴露啊，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小感官啊，就是屁股啊，我印象当中应该还是会稍微翘一点点啊，会看着更舒服一点啊，然后挑不出毛病啊，真的不错。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啊，都有些什么？毕竟如果你买新的，里面都有些什么，大家都得知道，对吧？好了，我们回到外包装方面啊，依然是咱们之前出过的《死侍3》当中的一些角色的包装风格啊，是一模一样。但是这次我们正面是休·杰克曼演员本人的这张脸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外面穿的是 TVA 的夹克，整个橙色的这个主题风格啊，背部依然是死侍的一个徽章。好，然后也是一个抽拉式的，打开了以后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包装了啊。一样2个小爱心，背部主体的半身像，还有狼爪啊。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啊，当然这一款也是没有牛皮纸艺术箱，抽开来瞧一瞧。那东西实际上配件啊什么的都比较少啊，单层说明书啊，就这么一些东西。
好了，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配件啊，虽然说不多，但咱们也得瞧一瞧，对吧？来，配件方面它来了。首先，咱们当然要看一下它的说明书，虽然东西确实不多，但是咱们也得瞧一瞧，对吧？来，首先可动眼的调节，哎，头部的这个可动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手臂啊，它这个还是比较保险啊，比我那个刚刚掰的尺度还稍微小一点啊。脚既然它能90度啊，我刚刚是真掰不开，有点硬啊。前踢、后踢幅度好，然后握持手型的一个搭配，那然后地台的这个搭配啊，下方又是一些那个地台配件的一个搭配啊，上面都有。到了这里，一些注意事项，钢爪跟这一把50刀的一个注意事项，最后一个小造型啊，这么一些东西，我觉得配件方面确实不多啊，但是我呢还是比较精良的，东西还是比较精良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然啊，这件衣服本来就穿在主体身上，咱们就直接过滤了啊，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这一个战损那个头雕啊，面罩头，虽然说戴不上去啊，没办法去戴啊，只能拿在手里。里面有个防剐蹭的一个小海绵，上面全是一个重度的血迹啊啊，这个战损做的也是还是可以的，拿在手上当一个造型，非常不错。硬胶啊，所以有一点小重的，它里面是实心的啊，这两块当心不要去弄坏了。虽然说是软胶件啊，但也容易损坏。好，然后手型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给的还可以吧。首先来一对握持武器的一个手型，好，然后一对造型手啊，手的刻画也是做的不错。好，然后又是两个捏道具的手型，哎，还可以比一个小爱心。好，然后最后一对狼爪啊，也是一个塑料件，整个钢爪刺出这个肉的一个痕迹啊，也做出来了，还可以。开模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把玩时候当心，千万不要折断了。好，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把50刀，虽然它是一个塑料件，但是它血迹做的确实也是挺不错的啊。当中合模线会近距离看会比较明显，开模非常尖锐，打完时候当心，是因为是塑料件啊，当心打完的时候断掉。包括这一端，这一段是非常容易断的啊，要小心一点。整体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啊，底部也有刻字还原，而且也是带了一点点血渍的啊，还可以。啊，然后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当然也会配备这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补件，然后小地台一个啊，这个地台总归比那个以前经典时尚小垃圾好一点，对吧？这个地台呢可以往下拉，然后去调节你一个地台的一个高度。虽然是一个塑料但总归比做一个小的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件这些抽屉没办法拉出来。我觉得如果能抽屉里面能拉出来的话，最起码能拉这2层，我觉得可以放，就是地台上的其他配件给它放进去。哎，我觉得还不错。一个斜切面做的也还可以这里还有破碎一半的这个抽屉这里好像还可以滑进去我记得能稍微滑进去一点。还原一下这里是一个老鼠爪印的一个痕迹吧，应该是。图章也是还可以，做的不错。
配件所以说相对来说不多，对吧？还是比较少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配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我包装里面还找了一下，有几个小配件，然后它依然是一个脱装支架其他东西就已经没有了，就这么一点，我感觉整体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咱们来回归一下整体，这主体，差点倒了，脚部还是有点不稳脚部有点不稳，大家还是要当心前车之鉴，最好还是把支架给架上去，我给它靠一下，整体造型还非常不错。然后可动眼咱们最后来看一下，又是一个滑槽的所以必须要对准滑槽才能放进去。我觉得这个狼叔的眼睛你不管怎么调都还是挺不错的，象征度还是非常高的，不管是斜视还是正视，都是非常可观的一个还原度。滑槽咔嚓卡进去我觉得侧头会更帅一点。我也整体的这个把玩介绍差不多到这里已经说完了，整体的造型我觉得很满意，非常满意。今年又是一款让我把玩的时候很哇塞的一款作品吧。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高的货量还没有出完大家可以等到出货代理那边全部出完了以后这市场比较稳定了，再去考虑这个价格也是可以的。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高，昨天我看了一下，有些代理还未出货的一些单子，二级市场大概在1900多加1999吧，或者是1950都有，所以咱们可以等到后期再看一看，不要那么着急。虽然说这款确实不错，我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一款狼叔。如果你在纠结之前的橙色的狼或者是黄色高级战衣，然后裸狼这3款，只想入一款，那毫不犹豫，我推荐就是这一款 TVA 裸狼这一款是必入的3个里面，我觉得选一个的话。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视频的最后2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的分享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